这是一处100年来无人涉足的峡谷天坑。据当地采药人透露，天坑底部有一古堡，是清乾隆35年刘员外所建，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因被匪患，刘员外撤回天坑，再也没有出来。如今内部情况成了未解之谜。那么古堡是否真的存在？随我利用专业绳索技术实拍刘家大坑探秘之旅。据说这个坑呢是200多年前刘家员外在里面藏宝的一个坑，最后呢人和那个宝物都没有出来，坑的深度呢是至今无人探明。今天呢我们采用专业的 SRT 技术进洞一探究竟。好了，开搞！到了刘家大坑的坑口我现在做好了保护，我作为先锋呢率先开线。可以看到这个下面非常的高，悬崖绝壁，但是这个是密林大家也许看不出来。下降了50多米，准备在这里做一个保护站。下面呢就是这个200多年来无人问津的刘家大坑，下去还有30多米。我现在在这里做了保护站，发现了这个大黄金，也就是大家说的这个老虎姜，好大一株我的天哪，长得很肥由于生在这个悬崖峭壁呢，到现在长得这么大都没有被人挖走我们也不要伤害它。但是它刚好在我们布的下降线路上面，我们必须轻脚轻手的落过它。好了，继续下降。那边有一个洞穴，这边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从这里看上去有一种阎王沟的感觉这个刘家大坑感觉还挺吓人的。继续下降吧。上面呢是户外下人下面是寻图户外袍哥。哇，很顺滑的就下来了。在我手指的那个方向呢，有一个雾气升腾的峡缝，那个应该就是这个刘家大坑的主洞口。这个跟我们上次在武隆那边探的阎王沟极其相似，可以说地形地貌植被都是一模一样，不是极其相似，真的是一模一样。我感觉我们都是穿越到重庆武隆那边那个阎王沟去了，真的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因为这下面也是一个长的峡缝但是这个规模呢就比阎王沟那个要小多了。从这里看上去呢，四周都是绝壁也是有当地采药人呢在这里进行了多次探索，都没有探索到这个天坑的底部。我们今天呢就对这个刘家大坑进行一个彻底的探险记录实拍。好了，话不多说，开搞。据说这个刘员外带着他的家眷40多口人进入了这个坑洞，就再也没有出去过。那边应该是阁楼一直到洞口上去的有一个廊桥这样过来的。对。这里要盯攀几步。现在我作为先锋呢，已经先过来了这里上去阁楼已经不见了，但是能够看到石壁上面的那种方孔。从这里做盯攀系统上去吧。那上面还有神墙，还有一个天生桥。从这里这样布线上去，完美，开干！我采用了专业的盯攀技术，越过了这个水潭，而且从这个旁边呢是上来了差不多5米的距离。可以看到这个城墙就在我的前方，我们现在用不了多久就可以进入这个洞口了。好了，继续开干。从这里呢能够看出，这曾经是有人在这里居住过的，打的有这种圆形的方孔，那里也有一个，这个对面也有曾经这里修的有一个廊桥，这里有这种小窝窝，看到没？然后洞口就在上方。我现在布一个大 U， 然后让队友他们从这个大 U 过来，他们就没必要踩下面的水潭了。好了，我们继续开搞。这里明显有人为生活过的痕迹，看到没？老碗然后这个前面是什么情况呢？我们继续前进。哇，前进锤子，这前面有个洞，那边有一个洞，但是这里过不去。这里曾经应该是有桥，不知道下面这个断崖有多深，我们丢个石头看一下。看投石问路。我的天哪，这里有30-40米高的一个断崖，对面大家看那个对面有城墙，然后那边还有木板，看到没有？黑色的。我的天哪，这怎么进得去呢？
有可能这里要做一个点，然后这样布过去。这里过去宽度并不宽，可能也就3米左右，但是这前面出现了个大断崖，这个有点难搞啊。我们等队友上来了之后再来商量方案，因为这里下去非常高，而且岩层不稳。我现在挂好了保护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大断崖。哇塞，下面是深不见底，雾气蒙蒙的，做了双套保护的，因为我比较害怕。来看一下这下面，哇塞，这就是一个无底黑洞。然后在这边呢，豪哥已经将线开过去了。哇，人工起的宝坎，这里还有一个阴沉木，应该是曾经做这个木桥的木料。这个下面有个碗底，还是速配。向阳也随着这个安全系统过来了，可以看到这上面有一条走道，它应该是通到了这个洞道的上层。我们上去看一下，这里非常的潮湿啊，应该是不适合人类居住。这上面做的有这种堡垒，刚刚从这边下来了，袍哥在那个里面探索。我们看一下，这里有青花瓷碎片，看到没？这里有一个断桥，能看到外面的光景啊。曾经这里应该是一个哨台，这里爬上去应该是一个睡觉的地方，因为这个上面相对来说要干燥一点，也只能说是相对来说。现在我们脚下踩的呢，就是一个平台。人生何处不相逢啊！现在就是去那个小路啊，这里。对呀、一条小路这样过来。这个上面还有个台子。现在还有煤炭，看到没？这里有个灶台，看到没？哇，这个灶有点意思啊！看到没？它好像外面有个铁桶，还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哦，不是，这是一个土篓子。这里有个炉子。啊，有个炉子，这种非常的少见，我还是第一次见。哇塞，人躲在这里躲土匪，我的天，真的是非常有意思了。哇塞，从这里看出去，风景非常的不错，但是非常潮湿啊。黄山哥在下面过大油哈，这个裂缝。好，我们参观完了这边呢，再去那边的大洞道去看一下。大家不要以为进这种寨子就是为了寻宝啊！你说这有什么保障吗？这根本就是没宝的哈！哇，活宝！哼，这里有个活宝。因为这个寨子啊，它要么就是土匪寨，要么就是防土匪的这种寨子。他走的时候呢，他就会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搬光。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是说他曾经在这里生活的一些遗迹。不要以为说进这种寨子就是寻宝啊，这啊那的。不可能的哈。不过这个寨子应该是几百年来，我们算是首次进入这个寨子。这个地上有很多夜明砂，夜明砂呢就是蝙蝠的粪便。应该到了晚上这里有很多蝙蝠在这里栖息。我们随着这个悬崖走道一直深入。向阳呢就过到了这个大洞厅，这里面有一个小水井。小水井，哇，这里还有2层洞道，看一下上面是什么样的环境。洞墙大了点。洞墙很大，上去探索一下。什么？上面还有很大洞墙，看上去了。有没有人为遗迹？哇，大树井。这里上不去了吧？上不去了吧？这里上得去啊？这里上得去。这里可以上去，上去不知道有没有洞啊？但是风景很漂亮。哇，好震撼啊！这个。这里有水下来吗？对。哇，这里好震撼，要垮了，我操！看好全哦。但是这个被水溶蚀出来的应该非常结实，可以看到这旁边全是水冲石。我们到这个上面去看一下。这应该是水溶型的，我感觉。我们从这里上来了，大家觉得这个是冲蚀型的，还是水溶型的？
还是塌陷陷的。我感觉这个是被水溶湿出来的。大家看这里有个水潭，哇，这个钙化石好漂亮。再看这边，这个上面没有动到了，因为袍哥在那边发现了这个新鲜的树叶啊，所以我从这里爬上来了。现在牛郎织女了。对啊，看到这里是断崖，这个树叶从哪来的？我从下面啊，徒手上来了啊。这个树叶从哪来的？我现在去查看一下，看这里是不是有别的出口，或者说是一个天坑的底部。我们继续前进。我以为这边有登岛，实际上并没有啊。这个下面有一个台子，再看这边，哦，这里也有树叶，看到没？哦，那个上面有个通道，应该那里是连通了地下暗河。哇塞！应该在雨季的时候有很大的水从这里冲下来的。那也就是说，这个刘家大坑里面啊，它是有几股山泉水的汇入。这里面还发现了地下暗河，但是我们是从它的出口啊往上面探的，所以这里看起来就是这种。我们几个人全部过来了，但是还是没搞明白这个竖井是如何形成的。也就是说，这个刘家大坑寨啊，全部探明了，这里面搞不懂。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就从这个刘家大坑寨子里面撤出来了，在里面呢没有发现这个老人传说的什么锅碗瓢盆啊这些东西啊，但是在里面呢发现了大量的人为宝坎，没看到刘元卫一家40多口啊在里面生活过的痕迹，有可能他们是在当地村民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撤走了，所以里面是空空如也。在里面发现了一些竖井呢，确实是特别的震撼。这时候呢，我们就爬这个150多米的绳子，准备出这个刘家大坑了。也希望能够坚持看到这里的朋友啊，能够给一个小心心，探索不易，且看且珍惜啊。好了，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带你揭秘更多的奇闻异事。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下期视频再见，拜拜。迷宫般的土匪寨洞，你见过吗？洞口高筑城墙，贯穿整座大山。这吃3个石钟呢？这片山都是空的啊？空的。当地老人直言，寨内有一密道，空间巨大，旧时土匪横行，如今内部是何模样？随我进入一探究竟。咱们在进行户外探索的时候，现在高温时期，一定不要携带火种啊，以免发生不必要的危险，也不要给我们的消防队员添麻烦了。好了，我们继续前进。哇塞，哇，快看，已经看到了这个城墙，看到没有？这时候咱们就赶到了这个洞口。据说这里面啊是宛若迷宫，当地的人都不敢进去，说这整座山都是空的，进去了之后怕迷路。这个城墙呢，也不知道具体的建造年限，看起来建造的还是比较规整的哈。它是用的这个石灰岩，勉勉强强的用毡子修凿了一下，建造了这个大城墙。我们现在呢就越过这个城墙，进到里面一探究竟。走，出发！这个城墙好规整啊，这个上面有这个地骨流，稍微修整一下，然后这个里面的缝隙啊，像这个夯土啊，填缝。今天他不在家，咱们直接进入内部通道一探究竟。哇，可以看到这个上面有这个方形的石孔，曾经这里做的有越阶，这个寨子是有几层的哦。哇，那边有很大的冷风吹出来。现在我们准备好了电筒，继续深入吧。这里面有坍塌的城墙，应该当年这个城墙呢是一封到顶了啊。起码是封到了这个越阶的2层。我们再看这个洞口啊，是不是像一口大钟？我们姑且就称这个寨子为金钟寨，因为这个寨子没有名字。然后再看这里面呢，好像面积并不大。哇塞，这边有一个内室，这里还有生过火的痕迹。哇，特别的干燥啊。这边呢
好像是有人为挖掘过的痕迹。这还有年代非常久远的这个木材堆，当年没有来得及生火啊，这个人就撤走了。这里面除了一些依山而建的那种石孔之外啊，没有发现别的遗迹。火妹跑到哪里去了？火妹你在哪里？哦，这边还有一个洞道，对，是不是？这边还好深。好深啊，有很大的风吹出来哦。哦，很窄。好，我们快，这里还有洞道，我们进去看一下。好，洞道。我天，这里面真的非常的窄啊！大家看，我这个要侧着身子才能走，勉勉强强的才能走。哇塞，这里面有很大的风吹出来，应该里面是有很宽的洞道的。继续前进，这里要爬着才能过了。哦，这个裂缝的上面应该是被水流溶湿出来的一个洞道，因为这个上面还有一些沉积土啊。但是这种裂缝呢，非常的稳定啊，所以咱们走起来也非常的安全。但是大家还是不要模仿。哇，现在我是冲到了最前面啊，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是什么样的环境。哇塞，这个地上有水，而且有一些垫脚石，这个应该是以前的人啊，他是在踩着这个垫脚石进入洞道里面的。不知道当年这些土匪啊究竟是躲到了哪里？哇塞，这个就是非常的窄，不过刚好能够容一人，这样勉勉强强的通过。如果是个子瘦小的话，走在这里面还是非常容易的哈。大家有没有一种非常窒息的感觉？因为这里有密闭空间恐惧症的话，走这里的话，那真的是非常的折磨哈。但是我们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个探洞经验，所以不要害怕，我们只需要记住来时的路就可以了。我们继续前进，可以看到这两边的石壁都是非常的光滑，应该在雨季的时候有很大的水流洗刷出来，所以呢，这个里面呢，它是水啊，把石壁冲得很光滑，走起路来了它就不会被挂住。这里呢，相对来说要好走一点，咱们快速前进。我基本上是填满了整个东窗的宽度，到了这里呢，就变得比较狭窄了。这个裂缝的高度很高啊，不知道上面是通到哪里，但是左右的宽度呢还是没有变化，而且跟刚才我们钻的那个洞道呢非常的相似，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必须要找准我们来时的方向，待会儿出去的话就会更容易。这里面一直都有人为的痕迹啊，就是这些垫脚石，所以我们断定里面应该有土匪的遗迹。今天的这个金钟寨探秘之旅啊，真的是非常有意思。果然和当地人说的一样，这山里面全部都是空的，但是空间并不大，它就是这种小裂缝一直深入的。哇，看一下这前面是什么样的环境。哇，这里非常的狭窄了。而且这里一直都有人铺的这个垫脚石。继续前进，不知道有多深。继续前进。哇，这里是死洞道，看到没？死洞道这个裂缝，这里是死洞道了，这里就形成了一个比较狭窄的裂缝，人钻不过去了，而且这里面也没有人类活动的遗迹了。我们原路返回，继续探索其他洞道。哇塞！哇！现在咱们测出来了，哇塞！你们钻了多远？哇，几个小时你们钻了多远？我的天哪！总算又见到外面的阳光了。天哪！太恐怖了，我的天！我的天！全是一个样子啊！越钻越窄，越钻越窄啊！我怕迷路在里面啊！三个人都从里面非常安全的出来了，在里面呢确实发现了有宛若迷宫的这个洞道。这个寨子呢可以说是历史悠久，但是在里面没有发现碑文记载，也就是说具体的建造年限呢我们是无从得知的。具体这个寨子有没有像当地人说的，说里面曾经有土匪啊在这里坑杀过万人呢，也不得而知啊，因为在里面没有发现骨骸那些，就是一条这个非常狭窄的裂缝一直深入，而且是百转千回啊，宛若迷宫。好了，今天的探索还是非常的有意思的。
视频到这里呢就接近尾声了，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探险之旅。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了。